大家好啊！就当人们担心 iPhone 将面临末日关税之时，本来一纸美国海关的行政令给苹果带来了一场及时雨啊。对原产于中国特定的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闪存、智能手机、电脑、平板等等不再征收所谓的125%的对等关税。这让刚刚从印度紧急空运600吨 iPhone 的苹果来说，无疑是长舒了一口气啊。可就在昨天，白宫对外贸易团队又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强调关税并没有特例，消费电子的豁免只是临时性的，包括 iPhone、Mac、Apple Watch 在内的所有电子产品的类别，最快在1个月内仍然要面临重大的关税细则调整。也就是说，顶在苹果头上的关税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悬在空中随时有可能会再次落下。反复变卦，反复收割，反复的嘴炮，我们吃瓜群众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对于像苹果、戴尔、惠普这样的国际消费电子巨头们来说，日子就不太好过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美国政府对于是否给予在华的美资企业一定的宽限期，或者是否对自己本国的消费者下重手，其实还是相当纠结的。根据郭明奇的爆料，苹果在3月底其实已经紧急制定了相应的专案了，其中就是要快速提高在2025年印度工厂的总产能，将原本2500万部的目标提升至3000万部，并计划逐步在印度的金奈工厂生产高阶破系列的 iPhone 机型。这些新增的印度产能将全部用于供应美国本土市场。是的，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未来所有美版的 iPhone 都会变成 Made in India 的，这样的画风是多么魔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个简单的话题，那么印度是否能够承接住如此巨大的产能转移的机遇呢？印度制造的 iPhone 与中国产线生产的 iPhone 真的有本质上的区别吗？离开中国制造，对于苹果来说，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次错误的选择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苹果尝试在印度生产 iPhone 并不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早在2017年开始，苹果就已经尝试在印度生产 iPhone 产品了。恰恰相反，当时在印度生产 iPhone， 苹果并不是为了出口而是因为印度政府为了扶持本国电子制造业，在2017年开始就给所有未在印度生产的电子商品，包括智能手机电脑 PC 等等，设置了 20% 的进口关税。所以大概是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由伟创负责组装初代的 iPhone SE， 专门供应印度本地市场。而从2018年到2020年期间呢，苹果在印度市场的表现其实非常的差劲。看过一些纪录片的朋友都知道，这段时期的印度手机市场一直是三星和我们国产品牌，特别是 vivo 和小米的天下。在2020年之前， iPhone 在印度的市占率则常年在 1% 以下。主要原因2个方面。一方面呢，苹果的调性确实和印度市场不太相符，即便是最低端的 iPhone SE 系列，售价也要来到$200以上，这对于广大的印度消费者而言仍然是毫无性价比可言。印度本地的高消费群体呢，他们反而又会去选择在海外生产的更高端的 iPhone 系列产品。另一方面呢，根据伟创透露，这个阶段的印度工厂即便是生产相对低阶的 iPhone 6s、iPhone 7这样的老机型，其产能和良率依然很低，利润率一直上不去，这是后来他们将工厂打包卖给塔塔集团的主要原因之一。苹果是什么时候才开始重视印度工厂的呢？大概是在2021年的时候，由于华为事件的升级与川普第一任期贸易战的扩大等多方面的因素，才真正促使苹果考虑逐渐从中国分流部分产能到东南亚。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苹果老小弟富士康开始大规模入场了，在印度班加罗尔拿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场地，计划打造成为全球第2大工厂。自2023年，印度工厂其实已经开始生产较新的 iPhone 机型了，并且首次实现了 iPhone 15系列在全球的同步生产，开始出口到欧美市场了。网上一直有一个传言说，印度工厂的 iPhone 产线良品率只有 50%， 并且大厂杆菌超标。事实真的如此吗？应该这么说相信这种传言的，说明你对智能手机的现代化生产制造流程没有基本概念了。
其实在早期呢，印度工厂的 iPhone 的整机的良率确实比较低，但是也有 70% 以上。当时主要是由于熟练工人的不足，包括基础设施落后等一些原因。但是到了 iPhone 13、14代的时期印度工厂的良率其实已经大幅提升到了 85%， 甚至90% 以上了。虽然仍然落后于中国工厂的超高良率水平，但是总的来说，良率其实并不是印度工厂的主要问题。印度手机制造业、组装业也完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落后。那么我们知道，苹果在北美市场那是绝对的刚需每年要卖掉大概6600万到7500万台的 iPhone， 产值达到了800亿美元左右，并且每年还在逐步提升。这不是天下掉下来的馅饼吗？印度制造的机遇终于要来了。那么这么大的蛋糕，印度能够吃下来吗？或者说印度制造真正的问题又在哪里呢？我们扒开问题看本质，这里我也和大家大致总结了4个比较关键的核心点。首先第一个关键我们看一部 iPhone 真正的制造成本，不能只看人工、厂房、水电这些基础的要素，而是要看整个果链的综合成本。印度制造以及越南制造目前最核心的短板，其实不在于组装能力、组装品质，而在于它供应链的脆弱性。从数据上看苹果在中国大陆拥有大概151家核心供应商，而在印度呢，苹果虽然已经拥有大概14个生产基地，但是核心供应商只有14家，并且多以外商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低端的组装落地的环节，核心技术的本土化进展其实非常的缓慢。这就代表着在印度生产一部 iPhone， 大概有 50% 到 65% 的核心部件，包括电池摄像头模组、显示屏等等，仍然需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这就造成了如果加上物流、管理、供应链、进口费用等等，根据统计，在印度制造一部 iPhone 的综合成本比在中国大陆制造还要高出 15% 左右。同时呢，这种供应链的断层不仅体现在成本方面，还会严重影响到苹果产品的研发节奏和供应链的灵活性。原本在郑州工厂48小时内就能完成从零部件的调配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而在印度工厂，因为物流效率或者货物转口往往需要几周的时间，这大大延长了整个 iPhone 产品的周期。我们知道现在的整个智能手机更新迭代的节奏是非常快速的，哪怕晚一天上市都会比竞争对手输半步。所以即便是苹果在2025年将 30% 的 iPhone 产能转移到印度，以现在印度的供应链的整个发展情况，这一目标只会沦为 iPhone 的整个组装产能的转移，而非真正的产业链的转移。然后第二个关键点，我们要理解时间来到了2025年，如今智能手机真正的核心竞争点是什么呢？是靠组装能力实现的，还是靠代工的成本实现的，还是对于核心工艺以及创新力的掌控呢？我们就拿折叠屏手机来说，有人说苹果不会出折叠屏，因为整个折叠屏的产品形态还不够成熟嘛。也有人说苹果已经在秘密研发折叠屏的产品了。无论如何折叠屏目前的核心部件包括 UTG 超薄玻璃、精密的铰链、合金轴承的工艺的加工，整个产业链目前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链集群中，而这些配套的研发生态才是目前智能手机的关键。这是过去中国大陆用了10多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而缺乏底层技术的支撑，印度制造的升级上限依然是存疑的。第三个关键点，目前智能手机这个产业说实话其实已经进入夕阳了。未来终端设备的竞争本质上其实是 AI 生态应用落地的竞争。库克早就宣称了苹果要全力压住 AI， 但是现实是苹果目前不管是在生成式 AI 在大模型领域的进展，显然是落后于谷歌、微软甚至是三星的。 AI 技术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的竞争、数据的竞争、全站技术能力的竞争。苹果这突然去了印度发展，说实话搞软件外包是可以的，但对于 AI 技术的升级、提升、落地意义是不大的。目前苹果与阿里的合作，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说不定即将发布的国行版的苹果 AI 完成度、整个产品体验，
是有可能超出预期的呀。最后第4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美国希望将苹果产业链搬回到美国本土，真的是看中了所谓的组装这一部分的价值吗？真的是想让美国人去富士康拧螺丝吗？怎么可能呢？白宫整个贸易团队的目标还是希望利用苹果产业背后的美国本土制造，利用苹果背后的产业链 iPhone 的整个产业集群，包括闭环生态，通过市场来带动背后最核心的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回归嘛。底层逻辑呢，还是希望高端芯片制造业回流嘛。目前美国新建一座12英寸的晶圆厂，平均的成本比东亚高出了大概 30% 到 50%， 整个平均的建设周期大概是在42个月左右。而在中国大陆，目前建设一座12寸厂，从建厂到量产大概仅需要28个月。而高端芯片制造背后的竞争，本质上是市场的竞争，是 Apple to Apple 的竞争。芯片制造不仅关乎于资本与技术，更重要的是一场效率和产业生态的战争。从这个视角出发，美国政府真的有意愿把苹果产业转移到印度去吗？可以说这是掩耳盗铃啊。只要高端芯片和先进封装仍然在东亚，那么全球电子制造的整个指挥权就很难离开东亚。最后我们讨论半天，我们会发现苹果现在在印度的布局本质上还是风险对冲、地缘对冲、关税应对的考量啊，试图通过低端产能转移来规避短期内的地缘政治的风险。但本质上呢，真正产业话语权仍然掌控芯片、掌控 AI、掌控尖端材料、尖端零部件、尖端工艺的国家手中。从美国关税战的目标上看，白宫团队的意图很明确啊，就是要解决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去印度、去越南、去马来西亚，你去到非洲都没用啊，只能短期内解决你苹果不愿意为美国制造支付溢价的问题，不能从逻辑上真正解决苹果在中美两头碰壁的一个难题啊。现在印度的关税是 10%， 万一中美谈得比较开心，谈得挺愉快的，中美的关税降低了呢？万一美国的关税大棒又落在东南亚了呢？又或者最近三星的在印度的遭遇，你确定不会落在苹果印度分公司上面上演吗？简单来说，产业权力的底层逻辑与未来科技的博弈远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简单粗暴的把产业链搬去印度，实际上呢，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不然发现在过去10多年来，苹果产品的每一次迭代与升级，实际上呢，都是供应链合作伙伴包括核心供应商共同协作与双向奔赴的结果。苹果这10多年的发展与进步，实际上与中国制造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目前中国在电子产业制造领域仍然拥有着全球最强的学习速度和技术能力，不仅是印度啊，这在全球都没有可以替代的啊。我相信啊，未来苹果与中国产业链一定会携手找出当下关税战下面目前的最优的解决方案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